瑞宝现在逐渐遭到爱宝和辉宝的排挤，因为瑞宝总是将自己的青团缠在别人没吃过的竹子上。这周江爷爷就目睹了这一幕，瑞宝的屁股翘得老高，打着大大的哈欠，看上去青团缠得很舒服。而这个表现对江爷爷而言，可意味着瑞宝现在的胆量更大了，更能接受在其他人面前铲青团了。只是这铲青团的位置遭到了江爷爷的低声抱怨。 엄마가 못 보는 대나무에 하는 건 괜찮은데 엄마 먹지 않은 대나무에 하는 건 반칙이 알겠니? 从江爷爷低声批评中听出了委屈感，自己的大孙儿根本舍不得评判。上周江爷爷还发现瑞宝的青团缠在了辉宝的竹子里，江爷爷当众给瑞宝戳穿了。 아가 후이 너 대나무에다가 씌워더라. 这让毫不知情的辉宝对此感到震惊。瑞宝这个习惯随了他的大姐福宝。福宝小时候就是喜欢将青团缠在竹子里，并且比瑞宝的行为更严重、更恶劣。福宝能在爱宝正吃着竹子时，偷偷去妈妈将要吃的竹子上面铲青团。福宝一边铲青团，一边看着妈妈和爷爷的反应。福宝看着爱宝，爱宝说：“你看看你的宝贝孙女，我管你又舍不得，你快说说她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？”福宝看到自己往妈妈竹子里铲青团后，妈妈和爷爷都没有反应，认为妈妈和爷爷是默许了自己这一行为。第二天，福宝直接翘起屁股，腿在爱宝脸上贴脸输出。小时候的福宝主打一个放飞自己，江爷爷看了，直接戴上了墨镜，表示根本不在意。见过大场面的江爷爷，面对现在瑞宝这一现象，内心根本没有什么波澜。只不过以前福宝是独生子，不管怎么折腾，爷爷都是宠着来。现在瑞宝调皮，可要被爷爷妈妈以及妹妹说教了。瑞宝和宋3岁快乐的背后，终究是南天宝承受了所有。一下班点到了，爱宝此时正在铲青团，爱宝表示让奶爸等一会儿，自己马上就来。原来大熊猫尴尬是这样子的。很快，爱宝铲完青团，先走回了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和辉宝，一个在南天宝前躺着吃竹子，一个在小独木桥上趴着发呆。在小树上发呆的辉宝感觉到了无聊，走过来找姐姐玩耍。此时的南天宝表示：“你俩姐妹玩耍，不能找个空旷的地方吗？”南天宝此时被姐妹俩压得东倒西歪，瑞宝和辉宝一起将南天宝压在身上，几乎到了被连根拔起的边缘。直到一会儿，宋3岁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宋3岁出门的声音引起了姐妹俩的注意，姐妹俩这才从南天宝身上下来。宋3岁蹲在姐妹俩眼前，试图用眼神感化姐妹俩。此时瑞宝眼看宋3岁来了，没有再继续玩耍，而是跟宋3岁一边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一边向通道门走去。瑞宝这时又跟爷爷玩起了欲擒故纵，跟爷爷保持距离，这样爷爷就会按捺不住想摸自己的内心，过来抱自己。而结果正如瑞宝所想，原本宋3岁想等辉宝过来后再将门打开，让姐妹俩一起回家，但辉宝那里迟迟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宋爷爷按耐不住了，给瑞宝从爬梯上抱了下来。原本瑞宝还想反手抓住宋3岁，但宋3岁过于灵活，没有抓到。瑞宝被抱下来后，也没有再继续跟爷爷拉扯，而是直接走进了通道门口。而辉宝这里此时正一个人忙着什么。等辉宝反应过来时，才发现园区里只剩下自己了。辉宝向通道门走去，此时一双大长腿从通道门里伸了出来。原来瑞宝并没有回家，而是一直在通道门口等着妹妹，是想要跟妹妹一起回家。宋爷爷正背着喷雾器为园区进行消毒。宋爷爷背着喷雾器，在园区各个角落都进行了仔细的喷洒，顺便还给园区的落叶进行了清理。不过这次清理室外园区不再是为福宝清理的了，而是为爱宝的出门进行清理。今天早上，姨姨来看瑞宝和辉宝。今天的辉宝有点不服宋爷爷，试图用自己的小头给宋爷爷顶开。现在瑞宝和辉宝长得越来越快了，辉宝现在的头明显比宋爷爷要大一圈了。辉宝对着爷爷晃来晃去，很快就给自己晃晕了。辉宝累得趴在小亭子上，爷爷趁机摸了摸辉宝，但辉宝还不服气，不想让爷爷摸，这玩不过又爱玩的模样，和福宝小时候很像。宋爷爷抱着辉宝，给辉宝放到了瑞宝身边，之后宋爷爷离开，辉宝又掉头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，中途甚至激动的从独木桥上摔了下去。尽管辉宝拼尽全力，最后也没追上爷爷。瑞宝和辉宝现在越来越可爱了，而且想必用不了多久，瑞宝和辉宝也会去室外玩耍了。爷爷们先让爱宝熟悉室外园区，等爱宝熟悉完园区后，就会主动带姐妹俩去室外。而爱宝对于室外园区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和熟悉。昨天爱宝在园区逛了很短的时间，便想回室内了。现在姨姨们都期待瑞宝和辉宝出门后，爷爷到时给他们制作的新玩具。下午下班点到了，江爷爷下午来接姐妹俩回家。江爷爷先给瑞宝抱了回去，
江爷爷以为瑞宝会乖乖往家走，然后门也没关，便回来带辉宝。就在江爷爷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时，江爷爷一转头，发现瑞宝又跑出来了。这一下都给江爷爷看傻了。江爷爷立马迈着小碎步去追瑞宝，将瑞宝抓住后，爷爷回头叮嘱辉宝，让其乖乖等一会儿，自己马上就回来。等江爷爷再一次给瑞宝放下后，这次爷爷便立马跑回来抱辉宝，害怕瑞宝又跑出来。江爷爷给辉宝也带回家后，挥手给姨姨们说再见，表示今天的熊猫世界营业结束了。此时是韩国时间5点钟，中国时间的4点钟。姐妹俩今天没有加班。宋爷爷坐在小亭子上，瑞宝和辉宝则一人抱着一只皮靴啃咬着。不仅瑞宝和辉宝啃得开心，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模样也被逗笑了。宋爷爷把瑞宝抱进怀里，问瑞宝怎么这么可爱。而此时的光君一直埋头啃爷爷的皮靴，根本没空看爷爷在干嘛，抱着皮靴啃得很是专注。宋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，到了接姐妹俩回家的时间了。宋爷爷先是抱着瑞宝站了起来，然后再给辉宝抱起。不过此时辉宝正抱着爷爷的大腿，这让爷爷寸步难行。这一下可给宋爷爷忙坏了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宋爷爷只好先给瑞宝放下，之后先将辉宝抱起，然后再去抱瑞宝，这样明显顺利了许多。之后宋爷爷便乐颠颠的抱着姐妹俩走回了家。今天来看福宝一家的人简直不要太多，排队时间显示需要270分钟，也就是需要4个半小时。这样一算，乐园一天只营业8个小时的话，游客们只能排1次队。而饲养员们为了防止一一排队4个小时，来了却看不到宝家成员，特意让福宝今天提前出门营业了。福宝出门后也很是配合，直接爬到小树上开始营业。福宝先是来到了小亮台上玩耍了一番，给自己的别墅牌匾修饰了一下，然后便爬到了自己小吊床上。福宝一边享受着午间阳光，一边吃着美味的竹子，这惬意养的姨姨们一整个羡慕住了。而今天福宝的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，福宝这200斤的体重已经稳定了有1个月左右了，看样子以后福宝的体重再也不会掉下100斤了。前2天福宝园区刚下过雪，今天成下雨了，不过依旧阻挡不了姨姨们来看福宝的心。今天是福宝出生的1295天，体重稳定在200斤以上。此时爱宝正在小滑梯上睡觉，姐妹俩正抱着独木桥玩耍。瑞宝去到了小木床上，辉宝则顺着独木桥来到了小亭子上。辉宝喜欢在小亭子上玩耍，或许是因为可以自己睡着2米的大床，而瑞宝喜欢在小木床上，或许是因为上面有妈妈的气味，会使自己有安全感。而爱宝这里，只要瑞宝和辉宝不打扰自己，不管在哪睡得都很香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乐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而福宝这个点还没有出门营业。此时外面妖风大作，室外园区有些不安全，想必下午爷爷应该会直接让福宝在室内园区玩耍。一会儿爱宝睡醒了，瑞宝来到爱宝身后，但爱宝觉得瑞宝有点碍事儿，便直接给瑞宝推了下去。莫名挨揍的瑞宝有点懵，但瑞宝没有脾气，心想妈妈让自己在哪就在哪儿吧。而昨天福宝出门营业时，动作自然的不像是一只熊。福宝走到通道门口，转身坐在门口旁，给嘴里的胡萝卜拿了出来，坐下来吃起了胡萝卜。园区宛如福宝的客厅，福宝的动作是这般随意且洒脱。